释迦牟尼为什么会老病死亡？他不是已经证悟成佛了吗？在《法华经》中，释迦牟尼说，我久远劫前已经成佛，我的寿长无量阿僧祇劫，常住不灭。那他为什么还会在79岁时入灭呢？在菩提树下，释迦牟尼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始成正觉。在最初的37日内，释迦牟尼现千丈卢舍那身，为十方世界微尘数的菩萨，以及宿世大成根熟的天龙八部，宣说一成圆顿大觉华严经。现千丈卢舍那身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寺庙都见过这样的三身佛。三身佛不是指三尊不同的佛，也不是说佛有3个身体，三者并非独立，而是一体之三面。三身不离一心，一心圆具三身。之所以对应3个不同的佛名，是为了方便众生理解，是一种善巧方便的说法。中间的是法身佛毗卢遮那。法身并非指一个身体，而是指诸佛所证得的宇宙人生的究竟真理，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的清净自性，本性如来藏，是空性与真如的圆满显现。它无形无相，无来无去，不生不灭，遍尽一切处。抽象的概念被赋予一个客体化的身体，便于众生理解。法身是自性身，我们用水来比喻，法身就好比是强调水之体性是流动的，可以滋润万物，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。佛以法为身，故称法身。法身佛的智慧之光像阳光一样遍照世间一切万物，所以毗卢遮那佛又被誉为大日如来。左边的是报身佛卢舍那，这个名字其实就来源于毗卢遮那，是毗卢遮那的简称，表示法报不二。报身是佛陀经过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积累了无量的福德智慧，证得绝对真理所感得的圆满果报之身。此身相好庄严光明，遍照常居净土，为初地菩萨以上的大根系众生说法，令他们受用法乐。为什么只为初地菩萨以上的大根系众生说法？这难道是佛偏心吗？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来解释。释迦牟尼说自己久远劫前已经证悟成佛，指的就是证得了卢舍那的这个报身。报身是受用神，就好比在形容水清澈的形态，不仅我们娑婆世界的卢舍那佛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等，都属于报身佛，而他们的法身佛都是毗卢遮那佛。正如华严经中所说，一切诸佛身，唯是一法身。凡是一切诸佛，乃至你我在内的一切众生，法身佛都是毗卢遮那佛，只不过众生迷而不显，佛是觉而证得了。右边的是应声佛释迦牟尼。法华经上说，释迦牟尼是应世间众生得度因缘成熟，随缘教化而示现的佛身。
释迦牟尼一世现8相成道，都率天下生、入胎、出生、出家、降魔、成道、转法轮、涅槃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释迦牟尼证悟成佛后，为什么还会死亡？为什么把他的死亡说成涅槃？难道涅槃仅仅是听起来比较玄妙，是死亡的一个比较好听、比较有宗教色彩的代名词吗？死亡是肉身的败坏，并非真正消失。众生因无明烦恼造作诸业，故在六道之中轮回不息。死亡是这一期生命的结束，同时是下一期生命的开始，是业力流转中的一个节点，充满了无常与诸苦，是身不由己的，是被动的流转。而涅槃则是主动的进入。涅槃是梵语的音译，也被翻译为灭度圆寂的。我们常听说历代高僧大德的离世叫做圆寂，其本意为吹灭、熄灭，不是吹灭生命，而是吹灭贪嗔痴的一切烦恼之火，驱使众生在苦海中漂泊的业力之火，是一种超越了生灭的究竟解脱的境界。释迦牟尼进入涅槃，并非与我们永别，他的法身常在。正如前面所说，法身是常住不灭的，遍满虚空，无所不在，就像一滴水投入大海，这滴水并非真正消失。应身佛为利乐有情实现不同的佛身，忽现忽灭。下一位即将成佛的弥勒佛也是应身佛。地藏经中，释迦牟尼说他不仅实现这个应身佛像，还示现天龙鬼神、比丘居士，甚至示显山林川原等，分身无数，以种种善巧方便随缘度化众生。所以应身是变化身，就如水的千姿百态。水在杯子里是茶水，在海里是海水，遇寒凝结则成冰，受热蒸腾则化为云雾，千变万化。释迦牟尼问弟子：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否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一切看得见的相，都是因缘和合而成，没有永恒故有实存的性质，本质都是空性的。乃至释迦牟尼佛这个色身相、32相、80种好，也是随缘实现，也有生有灭，一切相皆是虚妄。以为释迦牟尼这个相就是佛，以为众生不具备佛相就不是佛，这都是着相。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如来智慧德相，宇宙万法皆由一心所生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皆同此一心。如果能证悟缘起性空，找到自己本自具足的清净自性，本性如来藏，就能见到毗卢遮那佛。释迦牟尼证悟成佛后，
现千丈卢舍那身为初地菩萨以上的大根器，众生宣说圆满大法华严经，而声闻、缘觉二乘修行之人不能领会菩萨身的境界，以他们的福德、智慧与根器，根本看不到释迦牟尼神变卢舍那身，无法得睹华严法会的庄严盛况，只能见到释迦牟尼成佛后并没有起身，而是继续打坐入定的样子。所以有这么2句话来形容二乘人在华严会上的状态：有眼不见舍那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连小乘最高果位阿罗汉都见不到佛的报身，更何况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呢？这也是为什么要实现释迦牟尼这个应身佛来度化世人的原因，不然众生都见不到佛，听不到佛法。如果没有释迦牟尼，我们连一尊佛、一部经都不知道。因此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本师，最根本的老师。我们称念释迦牟尼佛号时，再加本师2字，称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连阿罗汉的根系都不足以听见的华严经，而我们有些同修却能够听见、读诵、宣化上人说，这或许是在过去种了菩萨的因，所以才能有这样殊胜的因缘。天台智者大师将释迦牟尼49年所说的教法分为5个时期，就像日出之时，光明先照高山，后照幽谷，乃至普照一切大地。如来示现人间，度化众生也有先后次第。首先为度化大根器的菩萨宣讲华严经的时期被称为华严时。当释迦牟尼宣讲完7处9会的华严大法后，他感知到乔陈如等5人得度机缘已经成熟，堪任领受如来道法。于是他来到了5人所在之地鹿野苑。由于小乘人见不到华严法会，因此鹿野苑被小乘认为是释迦牟尼出转法轮的地方。在鹿野苑中，释迦牟尼对乔陈如等5人宣讲4圣谛，最后再入灭前，释迦牟尼对身边弟子再三叮嘱的仍然是4圣谛。可见4圣谛是佛教的核心教法。4圣谛就是苦、集、灭、道。首先我们要体会到人生苦的本质，不论贫富强弱，我们都要承受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蕴炽盛这8苦。劳苦和病苦我们都能有确切的体会。生有什么苦？生的苦我们都已经不记得了。根据普贤上师言教记载，中阴身的神使进入父精母血之中助胎时，当血肉和肢节逐步长成，胎儿就会逐渐感觉到母胎里的狭窄压迫，臭气扑鼻，漆黑一片，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痛苦。当即将出胎降生时，由于受到夜风的吹动，致使头足倒转，也就是大头朝下。当通过产门经过整个盆腔中间出来的过程，就好像通过铁孔一样痛苦。死有什么苦？
死的苦没有人知道，真正知道的人都已经回不来了。公元8世纪，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弘扬佛法，成为了藏传佛教最主要的开山祖师。在他传授的西藏度亡经中，详细地描写了死亡时4大分解的痛苦过程。非常神奇的是，这本来自8世纪的书中对于死亡的描写却非常符合很多现代临床医学的观察，完全就像是经验性的描述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本书还教授了如何从死亡中得到解脱的方法，在西方报的大名，流传了近100年。怨憎会苦，心中怨恨的仇人却由于种种因缘聚集会合，不能远离。爱别离苦，我们与爱的人终将生离死别，求不得苦，对权情名利的求而不得，不能如愿。五蕴盛苦，五蕴极色，受想行识，由于五蕴炽盛，生气、贪爱、执着如火焚烧，也是前期苦的根本原因。人生即便有片刻的欢愉，也如梦幻泡影，转瞬即逝，无法长久。认清苦不是为了厌世逃避，也不是消极悲观，而是只有认清苦，才会去寻求解脱苦的方法，才会升起出离心，才会去追求更究竟、更永恒的安乐。就像医生为了治病救人，必须先认识到疾病的危害和痛苦，才会去寻求导致疾病痛苦的原因。为了消灭病症，就要积极研究医术。人生充满诸苦，皆由自己起或造业召集来的。想要灭绝这些苦难而证得究竟安乐，则必须修行8正道，即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和正定。5位比丘获尽一解后，证得了阿罗汉果。于是世间的3宝具足，如来大圣为佛宝，4谛法轮为法宝，5位阿罗汉为僧宝。这个为度化圆觉声闻的时期为阿含时，集结的经文叫做阿含经，一共说了12年的时间。第3个时期是方等时，也被称为过渡时。这个时期，佛陀一边继续讲小乘佛法，为新来的四众们打基础，一边讲大乘佛法，让之前修小乘的弟子们明白，追求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法是不究竟的，是先一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的方便说。若是想证得究竟佛果，就必须回小向大，发菩提心，正法无我，广度众生。这个阶段的大乘佛经主要有楞严经、楞伽经、维摩诘经、圆觉经、净土三经，也就是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，一共历时8年。第4个时期般若时，般若是指万物清净本源的智慧。大般若经共有600卷，核心思想是空，空并非没有，世间的万事万物亦随因缘变化而变化。
没有不依于他，不变不异的自性。所以说缘起性空。这时候的小乘人虽然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可是还有许多疑情和偏见的妄执，不能够顿时泯灭。所以佛陀在广坛般若妙会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》。般若时共说了22年，第5个时期法华涅盘时共说了7年时间。在此之前，佛陀已经宣说了各种教法。佛为了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，因材施教，其实都是随机说法的方便法门。法无定法，84000法门本质是统一的，最终目的都是引导一切众生成佛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中说，唯有一成法，无二亦无三。讲完《法华经》之后，佛陀知道自己即将进入涅盘，于是上升到忉利天为母亲宣说地藏经。在弥勒佛降世之前的这段无佛教化的时期，主陀由地藏王菩萨代佛教化。对于根基较弱的众生，他们暂时还不能生起出离心，最起码帮助他们不要堕入恶趣，帮助他们获得人天福报。于是讲述了地藏法门。最后一部佛经是《涅盘经》。阿难知道佛陀即将进入涅盘，悲伤地问了佛陀4个问题。第一，佛涅盘以后，我们应当以何为师？佛陀回答，应当以戒为师。第二，佛涅盘后我们要以何安住？佛陀回答，应以4念处安住。4念处即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第三，佛陀涅盘后如何对待恶性比丘？佛陀回答，莫并治之，就是把心放宽，不要理会。第四，佛陀涅盘后集结的经典如何才能叫人起信？佛陀回答，在一切经首处放上如是我闻4个字，意思是阿难听佛这样说的。对于各种不同的佛经，究竟以哪个为标准？佛说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当各种观点不同的时候，般若空性的经典是所依，而讲述有相的经典是方便说。对于将来的僧团由谁领导？佛说依法不依人，要以戒为师。对于将来佛经的翻译不同问题，佛说依义不依语。对于同一本佛经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，佛说依智不依识，以开悟的智者讲解为标准，而不以凡夫的自我认识为标准。佛一生说法的内容和时间可以概括为4句偈。最初华严37日，阿含12方等8，22年般若坛，法华涅盘共7年。当释迦牟尼涅盘之时，正当我国周穆王时期，天地再一次震动，天上有12道白虹贯日。当时的太史护多占卜得知，这是西方的大圣人入灭了。到了东汉明帝永平3年，有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有一个金人，这个金人头顶上会发出一种光圈，
他从空中飞到了汉明帝所住的宫殿。第二天，汉明帝问文武百官，这个梦是何征兆？当时的太史叫傅毅，他对皇帝说，我听说在西印度有一个神，人们给这个神起名叫佛，陛下您所梦见的一定就是佛。又有个叫王尊的官向汉明帝说起，前人留下一部叫做《易记》的书，上面记载了许多奇闻异事。书上说，佛诞生于周昭王26年，当时江河泛滥，大地震动，天上有五色祥光贯穿太微星。当时的太史名叫苏游，他占卜得知西方有大圣人出世，1000年以后会有教法传来我国，并且将此事刻在石头上记载下来，埋在了南郊以备考证。而此时恰好过了1000年左右的时间。永平7年，汉明帝命蔡阴、秦景、王尊3人带着18个人前往印度去寻求佛法。在中印度，他们遇到了迦摄摩腾和竺法兰2位尊者，于是就带着2位尊者一起回到了中国。这时候已经是永平10年，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以白马驮经，所以汉明帝就在河南洛阳造了一座白马寺，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一座佛寺。传入我国最早的一部佛经是由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一同翻译的42章经，自此佛教传入中国，在中国生根发芽，对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佛说，若为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；若为乐故施，后必得安乐。一切布施中，法布施为最。转发这篇正能量影片，只要几秒钟，便能让更多人得闻佛法，即是法布施。有缘之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以点赞回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